嗨，这集我们要来聊一下，生命中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重要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只是信念上知道，然后我们可能搞不好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然后也不会发生，然后也不会遇到，也不会见到。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可以说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火山嘛。那火山爆发，然后岩浆很烫。如果我们住在那附近的话，有一个火山爆发，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逃难啊，或者甚至被烧死啊等等，然后会有很大的灾难。那这些事情我们听说过，我们也知道有个火山。那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其实这所有的现象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听说的，从小听说的，然后课本教的，然后甚至新闻上有看到啊哪个地方有火山爆发。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意义吗？那它其实只是信念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可能到我们这辈子结束，从来也没碰过火山，也没感受过什么火山的，那这纯粹是信念。像这种是一种信念，然后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东西，其实非常多。那我们被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生命的空间，我们思考的空间，然后我们记忆的空间，然后把它放在那边，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其实毫无意义。之前我们有说过，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不就是这么眼前这么一个框框？就是我们视角能对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现在讲说，如果是框框以外，然后我们生命中从来只是信念知道，而我们根本接触不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根本就碰不到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存在吗？其实它不存在。那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永远它只是一种信念。那信念强化到某一个程度，它就可能被我们显化出来。那但是信念没有强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变成单纯只是一种信念。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整个过程，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毫无作用的。我简单说，比如说现在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地震，然后死了上万人，那对在那个地方的人来说就好像炼狱一样。然后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听到这新闻，好惨啊，好惨烈，然后灾难这么大，然后造成这么大的地震，然后死了这么多人，然后电话来了什么喝咖啡，好啊，哪里好，我等一下就到，好，拜拜，然后就去喝咖啡，然后刚刚什么大地震，然后多惨烈，全都忘了这样。那所以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或重要的？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是在信念上听到，那实质上我们并不会去接触到。那喝咖啡是我们实质上会碰到的，跟朋友喝咖啡什么。那刚刚的灾难不过就是灾难嘛。那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去接触它。这些我们信念听到，然后却没有接触的东西，其实非常多。就像我们听到说，那太阳系有很多行星，9大行星，然后有什么星啊，比如说冥王星。那冥王星在哪里？我有看过吗？我也没看过，我没实际去看过。但是如果你真正比如说你灵魂出体的时候，你去到过那个地方，你就显化出真正你接触到的场景，那时候就会有意义。但是在那之前，你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信念而已。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需要太介意信念所接收到而我们没接触到的事情。但是不会有那种不管信念再怎么不相信，一定都存在的事情吗？我们人生就是一个电影嘛，然后播放出来，然后有拍的桥段，才是电影里面的情节。那这些我们听到却没有播放出来的，其实它并不属于电影里面的情节。我们人生其实就是一部电影啊。那从我们生下来0岁，然后1岁，然后到90几岁，然后结束了。这段时间我们碰都碰不到的事情，就是影片根本没播放嘛，没播出的情节，那根本不属于这部电影里面嘛。那为什么会属于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呢？很多事情其实是多余的，就是我们只是听而已。听完然后有这么一回事怎样，我们就一直去思考它，然后想它，然后甚至因为它做噩梦，然后什么，然后从来没接触过那我们因为这些事情去浪费我们生命的能量，然后把信念投注于它，然后把情感投注上面，然后把能量放在上面，然后事实上却没有碰到。那这样是不是一个蛮可惜的
事实上它没有发生嘛。你说的也没错，但是例如说像现在啊，我听有一些人说，现在有什么电浆什么电浆章鱼、顶夸克炸弹、顶夸克，还有说帷幕啊，地球是个监狱啊，或是说人类需要做一些什么事啊，地球才能怎样怎样啊，战胜恶势力啊，什么什么的。那这件事情虽然说不是全部的人类都在说，但是某一部分的人却在说这件事情，并且要去推广这件事情。那我听到的这件事情，不就是跟我有关吗？像有一些人会说，目前这世界可能是被某一些外星人啊，或某一些人啊等等之类的给控制。那这些都是真的假的啊？就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球的一些乱象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些邪恶集团的迫害，然后他们甚至弄了一个顶夸克炸弹啊，等等等等等，这些都真的还假的啊？我听到的这件事情，不就代表跟我有关吗？就是如果我不相信这些事情的话，难道它就跟我没关系吗？没关系啊，没关系，当然没关系。为什么？我们之前讲到什么是现实，如果我们从物质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话，那可能是真的外面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然后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没接触到，可能是这样。这是以物质的态度去看待世界。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戏，一切是存在于意识当中，而不是物质世界当中。那么我们所遇到的所有事情，其实都只是意识的一种表现，都是一种信念，然后都是一种现象。这现象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当中，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梦到的所有场景是在意识里面，并不是在意识外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真正会去接触到，我们直接对它做反应的，然后那么就是真实。所谓的真实是相对的，不是它真的有，它只是一个梦。那这些事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于把我们的精神放在上面去浪费我们的精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到啊，我们整个剧情里面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场梦根本就没梦到那一件事，连梦都没梦到，梦都已经是假的了。我们不需要太介意，我们连亲眼看到的事情我们都不需要太介意，因为只是一场梦。何况我们连见都见不到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介意它？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情绪，然后放在这些我们连见都见不到的事情上面。那对于意识，对于梦境来讲，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那对于很多事情来说，比如说顶夸克炸弹，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心力放在我们所接触不到的事情上。有一些理论说，有什么顶夸克炸弹什么，然后它会怎样发生什么，我们要冥想，然后要用正面的能量，然后来改变世界，让这一切都往好的地方发生。集体冥想，集体冥想。这些冥想的本身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那我们本来就在提升我们自己，那我们本来就会冥想，我们本来就会深入我们的内在，那我们就深入我们的内在啊！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炸弹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不就是深入我们的内在，不就是提升我们的频率吗？不是冥想的时候一直想炸弹。对啊，你把你的想法、信念放在一个地方，并且给它情绪，然后让它发生，这不就是显化吗？那我们为什么要显化炸弹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显化扬升，我们可以显化扬升。那如果在相对的层面上真的有炸弹，那也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的意识去改变了，让地球进入一个更好的轨道，然后就不会有这些事发生，然后它就会莫名其妙被拆除了，然后反正也跟我无关，不是我去拆的，我不需要去拆啊，不是我拆的，各位观众也不会去拆啊，没有人会去拆那个炸弹，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自己更加的提升我们的频率，然后一切就会往好的方向改变，而不是把我们的意念关注在那个炸弹，跟那个毫无关系啊！因为我们整个人生的剧本，我们从生出来到死，然后你所真正接触到的事情，其实并不多，真的并不多。我们整部戏其实场景没有那么多，很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信念，而不是真正有发生的场景。其实你讲的我都懂，但是是不是你这样子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理解啊，因为就是有些人会说，他对于这些知识讯息，他都非常的了解，他看过了很多网络上的资料啊，查过很多资料，他很懂外星人的一些历史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就说，那扬升
扬升就是要知道这些讯息啊！如果你连地球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那扬升要扬升的扬升要扬升。那你怎么谈扬升？这个就是从物质的角度去看待所有事物的发生，就是我们存在在物质宇宙里面，我们是渺小个体。其实不是啊，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就是活生生的发生在他的每一个当下。对啊。那些才是他切身会碰到的事情，就是一辈子活生生每一个片刻发生在他生命中，他所见到摸到的事情，那些事情是他的整个梦境，整个电影里面实际发生的剧情。那一切其实只是意识。我的意思说，不是说没有这件事或有这件事，而是在你的电影里面并没有播出嘛。就是比如说导演写了一些剧情，然后但是最后讨论之后，并没有拍摄，没有演出。那么这些剧情是存在的吗？对于这部电影来说，其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物质世界现实的真实，其实没那么真实，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不存在。那对于我们意识来说，我们生命来说，所有我们接触到的片刻，那些才是相对的真实，才是稍微有一点点真实性。那其实也是虚幻的。我只是用我的解释去看待眼前的这个景象，然后并且对它做出了解释，然后有了感觉。感觉我就感觉到了。那其实场景也不是那么真实的，所以这一切不需要太过关注、太过投入心里。相反的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就是提升自己。那一切就会朝更好的地方发展。我们显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显化更美好的事情发生，而不是把我们的信念关注在不好的事情，然后去显化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即使我们接触到，我们都应该用信念把它转变成好的现象，何况是我们没有接触到的。那么这样子，我们把信念投入在我们接触不到的事情上，然后又给予负面的解释，然后去加强它，然后让它发生，这真的是完全没必要。就是其实我们也并不在灾难中，我们却去显化灾难，这是一个。就是有些人会很气愤啊，说现在地球发生什么事情了？哪个国家怎样怎样？你看现在有什么负面集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你竟然不知道，结果你却轻轻松松的，还说什么要玩啊，要扬升啊，然后就当然要玩啊。怎么可以玩？现在地球现在发生什么不知道？那你们怎么会去叫人家要玩？要地球现在发生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会去叫人家要玩？要享受生活？这些都是享乐主义在说的啊。没错啊，当然是享乐主义啊。我们来地球就是来玩的，当然是享乐主义啊。有些人就说是地狱啊。那他就地狱主义啊，他喜欢用地狱主义生存，那也可以啊。就每个人都自由的嘛。我是喜欢活在天堂里，那有人喜欢活在地狱里，这都是一种选择。我们只是觉得说，其实明明可以活在天堂，然后我告诉你如何活在天堂，但是你喜欢选择活在地狱，这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其实真的没有绝对的对错，不是说他选择地狱就是错，我选择天堂是对或错，没有这种事啊。这好像是一种二元性，对不对？我们告诉大家说，其实可以选择天堂，但是有一些人又会选择
地狱，就是说明明这里就是地狱，哎，大家醒醒好吗？这里是地狱，这里不是天堂，不是乌托邦。我们就是要来让这里变成天堂的，这里是地狱。我们之前有讲过，显化其实不仅会显化我们接触到的实相，甚至会显化我们存在的作业系统。我们存在的系统也是我们用信念去建构、去显化。所以，你如果相信有地狱，那么你死后可能就会碰到地狱。你如果相信有炸弹，那么可能有一天会被炸弹炸到。那一切是我们用信念去创造的一个存在系统。我们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建构我们喜欢的系统，那么就是一个天堂。每一个人对天堂的定义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建构属于他的天堂。这是我们所要表达，不是墨子喜欢看电影，我每天看电影，对我来说是天堂。那有一个人他不喜欢看电影，他显化出每天看电影对他来说是地狱。我说的不是这样，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开心心按照他自己喜欢的去创造，那可以创造出属于他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显化就不是说在物质世界里面，我现在地球其实是一个监狱，它不是学校。我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然后最后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我在这里的时间难道是监狱吗？不是啊，对我来说就是乐园。但是有一些人说地球是个帷幕，就是没办法从这里出去。那么就是他的信念系统，你要不要讲一下帷幕是什么？帷幕就是说地球，被一些能量所包覆，那我们的灵魂并没有办法冲破这些能量，然后被这个盖住，然后我们其实无法离开地球，我们就被包在里面。然后死了都无法离开，死了也没办法离开，我们只能在地球里面不断轮回，因为我们被这个包覆着。那这个被包覆的帷幕，它不只会把我们包覆着，然后也会发射与散布一些负面的频率，然后让我们感受，让我们觉得说人非常多的情绪，沮丧啊。生气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被包在里面，并且被干扰这样子。连死后都不断就只能在这边轮回出不去。所以这是真的吗？这是信念系统。信念系统在显化里面没有事物是真的，也没有事物是假的，只是你用信念要不要显化它而已。你显化出这个场景，那它对你来说是相对来说就是真实，那么就是真实的。就有很多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对。只是我没有活在这个系统里面。我晚上灵魂出窍，我随时可以离开地球，我从来没有被关在地球过。对啊，我也没有。对啊，为什么说我会被关在地球呢？那因为我不存在于这个系统里面。对啊，很多人也灵魂出窍，也都没有被关。没错啊，你看我们的观众留言，好多都离开过地球，都灵魂出体，然后离开过地球，到了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分享我的，然后我们观众也分享了很多，然后他们去过不同的地方，有的还跟高等的灵体，然后接触什么，哇，好丰富。那难道这些都是他们不清楚吗？还是有什么问题？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的星光体，我们的灵魂真的可以离开地球啊。可以啊。只要你不被这种信念系统抓住，认为说地球是无法离开的。你没有这个信念系统，你就可以离开啊。它只是一套信念系统。这个我想到一个奇怪的事，就是什么？扬升不是应该更开阔，然后让我们的灵魂更开阔，对啊，然后让我们更有爱、更提升。这些刚刚听到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好像为什么感觉上好像以恐惧啊、限制啊，然后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的信念。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个，然后却说这是扬升的讯息，我觉得有点怪哦。真的吗？对呀。有些人就说我们不是在散布恐惧，而是这是事实，而我们要用我们的关爱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像如果有些人说这些事情本来根本就不存在啊，你怎么说它存在？我就是不相信啊，就是否定这些事情的存在。那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不开心、很生气的跳出来说，你连这些都不知道，这些是存在的好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用什么信念去看待我们的生命，然后就会朝那个地方发展。我们很单纯，只要用光跟爱作为我们存在的基调，我们即使不用去了解这些，我们散播出去的仍然是光与爱，仍然对地球养生有帮助。难道我必须知道有炸弹我才能对地球有帮助吗？为什么？我不就是要给予爱跟光吗？那我已经是光跟爱的存在，我对地球就已经有正面的作用，那不就是好吗？就算有真的炸弹，也会被我显化成没有事。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显化总往美好、圆满、扬升的地方、光跟爱的地方去显化，那一切都会很美好。每个人都这样子的时候，不就这个世界都会很美好吗？就算有一些负面的事情，它也会被这些光跟爱显化成完全不会发生任何负面的事件，然后就会达到提升嘛。其实可能会有人觉得我们讲的内容都是心灵鸡汤啦，就有些人不喜欢心灵鸡汤。我们是在讲心灵鸡汤吗？我们其实没有在讲鸡汤，就是心灵鸡汤的意思就是啊，都讲得很美好、正面啊，都不要有负面啊什么的，是吗？我们不是讲鸡汤，也不是讲姜母鸭还是羊肉炉，我们没有在讲这些羊肉炉什么啦。我们讲的其实已经超越心灵鸡汤很多，不是只有鸡汤而已啊。我们讲的不止鸡汤嘛，汉全席都已经讲完了，不止鸡汤。因为我们讲的东西是超越了物质世界很多的，所以很多有些没办法接受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并不介意说每个人如何去想。但是有些事情，大家如果都朝着一个受限制的意识去发展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好事，对扬升来说不是一件很。就即使好了，现在这几年，那慢慢的有人会知道啊，有外星人，有扬升，有天使，有高灵等等等等。现在大家都在讲，而且越来越多人知道了。那即使是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啊，外星人真的存在啊，天使真的存在啊，没错啊，这就是事实啊。但是知道这件事情啊，我在网络上看很多很多的资料，我知识很丰富。如果发给我一张宇宙外星人文明历史考卷，那可能会考100分。但是其实知道这么多资讯，这么多讯息，就代表扬升吗？我就说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信念而已，我们只是听说了它，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接触到。就是讯息的来源有很多嘛，你看从有巴夏，有赛斯，这些都是非常高智慧的存在，那他们也不会去提供这些类似这样的讯息。你看赛斯啊、巴夏，他们讲的都是跟光啊、爱啊有关系，跟显化有关系。然后赛斯更讲出了很多生命实相的关系的这种事情，跟我们所说的有一些部分都是异曲同工。那我们谈的也是这些事情。那佛陀2000多年以前就把宇宙很多秘密都已经讲出来，那他也不会去提到类似这样的东西。他讲的是我们如何跳出我们意识、信念的这个层次，然后能够回到我们原本明明白白、干净清净的这个圆满。他谈的是这个嘛？那我们的基调也是在谈论这些，而不是偏重于一些物质现象。对啊，我们不谈物质现象，我们谈的都是精神层面的，不太会去谈论很多物质现象。那物质现象其实每个人因为信念不同，他会按照自己的信念系统，去创造它存在的一个环境与系统。那所以对有些人来说，那些物质现象是存在，那为什么会存在？应该是要问问自己，我们碰到一个物质现象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世界为什么这样，不是，是问问自己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现象？我内在有什么还没有清理干净？所以在我显化物质现象的时候，为什么会显化出这个来？我们反过来应该去审视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去看物质现象，然后听说这个怎样怎样啊，听说那个怎样怎样，听说那个怎样怎样。我们每天就被这些听说带着跑来跑去。那这样大家还要相信有蜥蜴人啊、小灰人那些的吗？因为我们也有谈论过啊。这些是我们为什么会谈论这些？是因为我们告诉大家说有这些存在，有一些存在是我们能够接触过的。那我们接触过的存在，我们可以谈论。那我们谈论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要用光跟爱去对待它。我们也讲说，对蜥蜴人，我们是用爱来对它，而不是想说要把它消灭啊。这些我们所有在谈论的，其实都是精神层面。即使是谈论蜥蜴人，我们还是谈论的是爱，而不是毁灭或消灭。我们对不是耶？我们光明势力终于把那些负面存有给杀光了哈！看你怎么还对我们这些人呢哈，残害我们，死活该！冲啊耶！放火烧他们，烧死他们，活该！你的报应。好像真的有看过这种情形。有人会这么想吧？你之前你好像
告诉我一个故事，是一部电影还是什么？你说爸爸妈妈好像在一个集中营里面，然后告诉他的小孩，然后其实这是一个游戏，然后美丽人生，美丽人生。我觉得这个电影很有启示的，就是说。对于那个小孩来说，他当时所接触到的一切其实是一个游戏，它不是一个监狱或者集中营。但是他对于他爸爸妈妈来说，他是集中营，但是他给予他小孩爱，然后让他感觉到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美好的、好玩的、有趣的，就是这样。对那个小孩在那些当下来说，每一个片段对他来说就都是游戏。或许有一天他以后长大知道啊，这不是游戏，但是其实那是长大之后的信念，而不是当时他存在在那里的信念。所以信念就让我们存在在什么地方、什么系统。那个小朋友他是存在在一个好玩的游戏场里面。那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地球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游戏。那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也可以把它看成监狱啊，那是个人的自由。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游戏场。我们使用信念系统去面对这个游戏。到了有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那如果我信念觉得说，我们被帷幕包着，我们出不去，永远在这里轮回。我相信这个的话，那我就变成，我们显化了这个系统出来。所以真的相信有帷幕的灵魂，他就真的死后就会遇到帷幕，然后他就会说，他就会证明了他是对的。对，我是对的吧？就说我是对的吧？就真的有帷幕啊！你们大家都不知道，真的有帷幕啊！但是。那是他，这是平行宇宙嘛？不一样。平行宇宙我们在下一集会讨论，所以这是平行宇宙嘛？对啊，就不同的平行宇宙有不同无限的版本嘛，这样。所以你是不相信有帷幕的？我不需要去相信，就是我可以显化对我来说喜欢的系统，我不需要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我并不是那么喜欢的系统。而且你不是说你帮人超度，你确实是。知道那个灵魂到了更好的地方去啊，他没有被锁在地球啊，那为什么又那么多人说可以帮灵魂超度，让他去前往别的星球、别的更好的地方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说啊，我死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等等等，对啊。这个再谈就会很深了，就谈到死亡后的世界，然后跟梦境，然后跟很多事情，然后甚至死亡后会有一些向导，会有一些来带领的人，然后他会。幻化进入你所相信的系统，去变成某一个你相信的人。比如说你相信的是，佛教的系统，它可能就会幻化成菩萨或者佛来引导你，然后你会信赖他，然后接受他的引导。那这些向导会幻化成不同的现象，那也可能会幻化成阿拉啊，或者说幻化成宙斯啊，幻化成老子啊，幻化成什么吕洞宾、墨子啊。我在超度我父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然后他跟我说不用担心，吕洞宾祖师已经来带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吕洞宾祖师都出现了，因为那个是他相信的一个系统。那一个向导，好的向导，他就会幻化成他所信任的那个角色来带领他。那既然已经有好的向导来带领他，那我就可以放心，就是这样。你父亲就证明吕洞宾是存在的，是啊，他证明了，没错吧？我就说吕洞宾真的存在啊！我死后他就带我去更好的地方了。对呀。所以真的，我们不需要相信我们被关在地球的监狱，然后出不去，真的不需要显化成这样。我想我可能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们看我们的影片，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开心，或是不爽，或是生气，或是那是一定的。来，例如说顶夸克炸弹，那其实很多灵魂是不相信有顶夸克炸弹的，那他们就不会创造这样的实相嘛。游戏有无限个版本的嘛，那好，顶夸克炸弹它可能对某些灵魂的实相来说，它确实是存在的。可是怎么能证明存在？或是。可能有些灵魂有看到，但是有些灵魂可能是没有看到，但是相信有看到的，就是有看到的他自己才会知道有看到。但是如果我相信有顶夸克炸弹，但是我没看过，但是有人跟我说他看过了，事实上没看过的人也没办法证明，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看过了、看到了？对啊，一定要亲自去看才知道有没有嘛，对不对？对呀，对呀。对啊。那我好像有点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看我们影片会觉得不开心。就是会不会我们，因为这个，就举例来说，例如说一群人，他们可能是相信有顶夸克炸弹的人，那他们就是担心说，这个顶夸克炸弹会危害到我们人类，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等等。那但是偏偏我们的频道又说其实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
那所有都是我们意识所显化出来的。那有些人就会想说，你们这样说真的是太夸张了，就是跟他们那一群人的理念不同，就会想说，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这样讲的话，如果别人相信你们所说的，那就会阻碍我们的计划。这样子大家都不相信有顶夸克炸弹的，那就不相信有邪恶的这些存在，邪恶的武器，大家都不相信这些邪恶的东西啦。你们这根本就是破坏计划嘛！你们这样讲的话，你们这样讲就是在破坏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相信这件事情，但你们却说这件事情是意识所显化出来的，任何事情本来就意识所显化出来。我们的影片呢，其实只有一种基调，这个基调就是我们会试图让大家从原本的框架里面解脱出来，这是我们影片的基调，甚至解脱到完全没有东西，回到那个真正的那个源头，这是我们影片的基调。我们先从把很多框架里面，然后试图把大家解脱出来、解放出来，然后让大家进入更大的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意识可以很宽广，我们就可以玩得很愉快，玩得很尽兴。那再进一步，我们可以进入完全没有框架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接触到我们的源头。这是我们影片的基调。所以我们不会去从一个框架，然后把大家然后带入另外一个框架。像这些所谓的什么炸弹啊，什么这些，它就是一种信念系统。那这样的一个信念系统，你有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真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就是意识的本身，而不是这些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只是我们接触的一个现象，我们对现象做了解释，所以它变成是真的，而不是真的有那个现象存在。即使是有一个炸弹，我都要把它看成不是炸弹，我都要把它显化出没有。对啊，就是没有就没事啊。套一句《金刚经》的话，炸弹即非炸弹，是名炸弹。我连炸弹都必须把它不看成是有危险性的炸弹。这时候我没有了那个解释，那炸弹就不存在，不是真的会对我产生了威胁。唯一的威胁就是我用信念去显化出我对我自己有威胁的这种情境，再回到我身上。因为最近我们就听到太多炸弹了，而且还有人希望我们能谈炸弹，所以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想说要讲炸弹，那只是个信念系统。但是既然大家都这么想了解，那我们就分享吧。不管大家看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边，看到这边会不会觉得很不爽，或是原来是这样啊，我了解了。而且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虽然很多人在说扬升，要让这世界扬升，要让大家扬升，但我怎么感觉好像两边吵起来的感觉，就是例如说明明就有炸弹，那你怎么说没有？那一个就说明明就没有炸弹，哪来的炸弹？你看过了吗？然后就两边吵来吵去。绝对不止两边，可能有10边。对，可能有好几边啊。对啊，大家都在说扬升，那每一边都说在扬升，然后有10几边，然后不同的想法，然后对，然后或是甚至有人说根本就没有扬升，这里是地狱，不是乌托邦，这里是地狱，没有扬升这回事，我不相信扬升。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一切不是那些外在的物质现象，所以我们不讨论说，这一派、那一派哪一派是对的，然后这一派是错的，那一派是对的，我们不讨论这些。一条蛇，对于一个养蛇或靠蛇表演的人来说，那是他谋生的工具，然后他把蛇看成是朋友。那对于一般人来说，蛇是一个可怕的生物，然后会咬人有毒，然后很可怕。那对于一个小孩从来没看过蛇，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说，他可能觉得那是一个对啊，是一个可爱的东西，或者是一条会动的绳子，会动的对呀，想象力很丰富的小孩。所以一切就是看我们如何去解释现象，现象本身不是那么绝对。那哪一派才是对的，哪一派都不对，只要我们执着于现象就不对。所以我们讲的都已经都不对了吗？我们讲的不是执着现象，我们讲的是如何从现象里面跳脱出来。那跳脱出来不是也是一种执着吗？跳脱出来之后就不是执着了。我解释给你听。比如说眼前有一个杯子，那为什么《金刚经》说杯子即非杯子，是名杯子？就是杯子，它如果我们用杯子去解释它，杯子一定是喝水的，那这个杯子只能喝水而已，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但是杯子真的只能喝水吗？都不是。杯子绝对可以拿来做其他用途，可以拿来盖着东西，然后它可以拿来打人，
砰来给敲人，可以当成武器。那杯子会有千变万化的作用，杯子中间弄一条绳子，然后吊着2个杯子，它就可以作为一个秤。它有千变万化的作用，你想象得到它就会有。那杯子到底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赋予它作用，赋予它定义。杯子不是杯子，杯子敲破，然后我可以割腕自杀，它甚至可以当成自杀工具，它有好多的作用。杯子也可以拿来当成碗吃饭，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所以杯子不是我们想象中杯子是什么用途。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现象里面，我们是告诉大家如何从现象里面解脱出来。这时候你可以用你活的定义去定义每一个事物，每个事物都可以变成是活的，都可以有针对你想要的去定义，然后去显化出你想要的一切。既已存在的事物，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定义。那这些事物被我们重新定义之后，我们也可以去用我们的信念去显化出新的事物来，然后它变成一个新的感受。那整个世界，我们世界变成一个活的，千变万化活的，百千万亿化身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信念是百千万亿的定义。我们能够对一个现象能够有百千万亿个定义，它就变成百千万亿化身。一切都是活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对杯子只有一个解释，但是我们经过我们解放我们的被信念限制住的这种现象之后，我们对杯子，我们比如说我有50种解释好了，甚至100种。那我们生活中原本接触到所有事情都增加100种可能性，那我们的生命不就有无限可能性吗？可能性就变大很多，我们的心就大了很多，我们也不会被单一的可能性抓住，然后我们去 care 它过不去，然后我们在那边很生气什么。其实我们只要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我就不会被卡在那里而情绪过不去了。那我的生命又快乐，然后又轻松，然后又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时候我就活得很快乐。所以我们谈论的不是那些物质现象里面哪个教派哪一个学说是对或错，全部都不够扩张。我们讲的是如何从被限制的这种现象信念里面去解脱出来，让我们自己更扩展。所以如果我们说啊有蜥蜴人存在也是不对的嘛，也是错的吗？它可以不存在啊，也可以不存在。蜥蜴人也是一种现象，就像我们影片里面说，第一个影片说啊扬升的情况，然后马上又拍了一个影片说，然后就有人不开心。其实没有扬升。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是要让大家从原本的信念架构里面解脱出来。我可能先跟大家讲说我们熟悉的架构是什么，我讲完之后你也认同我啊，原来架构对啊是这样没错啊，但是我可能会打破你的框架说，其实这个不是究竟，没有到底，这个还不是真的，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其实是这个可以瓦解的。我就会用更宽广的态度，然后去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其实不用这样想，你可以用更开阔的角度去看待它。那一步一步让大家的心能够更解放、更开阔，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种学说、某一种物质现象或框架里面卡在那里。